經引導。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第29章。又見黑色的信號。海盜們的會議已經持續了一段時間，這時其中一人又回到了小屋，重複了同樣的敬禮。在我看來，這敬禮頗具諷刺意味，然後請求借用一下火把。長約翰·希爾弗簡短地同意了。送信人再次退了出去，把我們倆留在了黑暗中。吉姆，有事要發生了，長約翰·希爾弗說，這時他的語氣變得非常友好和親切。我轉向最近的槍眼，向外望去，大篝火的餘燼幾乎已經燒盡，現在發出的光芒如此暗淡和微弱。我明白了為什麼那些密謀者需要火把。他們聚集在小屋和柵欄的中間，其中一人舉着火把，另一個人跪在人群中央。我看見他手中一把出鞘的刀刃在月光和火把的光芒下閃爍着五彩的光芒，其他人則微微弓着身子，仿佛在觀察中間那個人的動作。我看見他除了刀之外，手裡還拿着一本書。我正納悶這麼不相稱的東西怎麼會落到他手裡。這時，跪着的那個男人又站了起來，整個隊伍開始向小屋移動。他們來了，我說。我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因為我覺得讓他們注意到我一直在觀察他們，有失我的身份。讓他們來吧，孩子，讓他們来吧。長約翰·希爾弗高興地說，我槍膛裡還有一顆子彈呢。門開了，5個人緊緊地擠在一起，向裡走了幾步，把其中一人推到前面。在其他情況下，看到他走得那麼慢，每向前邁一步都猶豫不決，右手卻向前伸出，緊緊握着，會覺得很可笑。過來，孩子，長約翰·希爾弗对他說，我不會吃了你的，把那個給我，夥計，我知道規矩，是的，我不會攻擊使節的。聽了這些話，那個海盜加快了一點步伐，把手裡的東西交給長約翰·希爾弗後，更快地退了回去，與他的同伴們會合。船上的廚師看着剛剛交給他的東西，黑色的信號，我就知道，他評論道，你們從哪裡弄來的紙？哎呀，瞧瞧這個，你們是從聖經上剪下來的，哪個白痴剪了聖經？哎耶，哎耶，摩根喊道，我早就告訴過你們了，不是嗎？我告訴過你們，我們不会從中得到任何好處的。好吧，看來你们已經自己解決了這件事。長約翰·希爾弗繼續說，我看你們現在都要被絞死了。哪個傻瓜有一本聖經？迪克有，其中一人說。是迪克？那麼迪克現在可以開始祈禱了。長約翰·希爾弗說，迪克的好運到頭了，你們可以放心。但就在這時，那個眼睛發黃的瘦高個子插話了。別再那樣說話了，約翰·希爾弗。他說，這幫船員在會議上決定把黑色的信號交給你，這是規定。把它翻過來，按照規定，你就會看到背面寫着什麼，然後你才能說話。謝謝你，喬治。廚師回答說，你總是對事情有很好的判斷力，而且你對規則了如指掌，喬治，我很欣賞這一點。好吧，讓我們看看這裡寫着什麼。啊，廢處，原來如此。寫得很好，毫無疑問。我敢打賭這是印刷體。這是你的筆記嗎，喬治？哎呀，哎呀，你正在成為這幫船員的頭領，很快你就會成為他們的船長了。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你能幫我把那只火把遞過來嗎？這煙斗不通氣。夠了，喬治喊道，你不能再欺騙這幫船員了。你是個有趣的人，至少你這麼認為。但一切都結束了。之後他的信外末，也許你願意從那個酒桶上下來，參加投票。
我以為你說你了解規則。長約翰希爾弗輕蔑地回答說，至少，如果你不了解，我了解，而且等等，我仍然是你們的船長，明白嗎？直到你們表達了你們的不滿，我做出了回應。在此期間，你們的黑色的信號毫無價值。之後我们再看看。哦，喬治喊道，我看你一點也不害怕。但我們都同意了。是的，首先，你讓這次航行變成了一場災難，雖然你很可能會否認。其次，你讓敵人安然無恙地離開了這個陷阱，而且什麼也沒得到。他們為什麼要離開？我不知道，但很明顯他們想離開。第三，你不讓我們在他們撤退時攻擊他們。啊，我們已經看穿你了，約翰希爾弗，你想愚弄我們，但你打錯算盤了。最後，第四，是關於這個孩子的事情。就這些嗎？約翰希爾弗平靜地問道。一切都綽綽有餘了，喬治回答說，我們都會因為你而被絞死。好吧，聽着，我要逐一回答這4個問題。我讓這次航行變成了一場災難。好吧，你們都知道我想要什麼。你們都知道，如果成功了，今晚我們都會在伊斯帕尼奧拉號上，都活得好好的，而且都吃得飽飽的，肚子裡裝滿了美味的李子布丁，寶藏都安全地放在貨艙裡。天打雷劈！好吧，是誰擋了我的路？是誰強迫我出手，而我才是合法的船長？是誰在我們登陸的那天給了我黑色的信號，讓這場鬧劇開始的？啊，真是場好戲！我同意，我們會在倫敦行刑碼頭的絞索末端跳得很開心。是的，先生，但那是誰幹的？拿着，是安德森，還有漢茲，還有你，喬治梅里。你是這艘船上最沒用的人，你竟然有膽量想取代我當船長，你把我們都給毀了，真是豈有此理！太過分了。長約翰希爾弗停頓了一下，從喬治和他的同夥臉上的表情來看，我明白他的話沒有白說。這就是關於第一點的，被告喊道，擦去額頭上的汗水，因為他說話太激動了，整個屋子都在顫抖。我向你們保證，我和你們說話感到噁心。你們既沒有理智也沒有記性，我只能憑想象去猜測那些讓你們上船的母親們會在哪裡。居然上船，海盜！你們應該是裁縫才對。繼續，約翰·摩根說給大家聽。啊，是的，其他人，約翰回答說，他們組成了一個漂亮的團隊，不是嗎？你說這次航行是一場災難。啊，該死！如果你能夠動腦筋，你就會意識到它已經到了什麼程度。我們離絞刑架如此之近，以至於僅僅是想想，我的脖子就僵硬了。也許你已經見過他們了，吊在鎖鏈上，鳥兒在他們周圍盤旋，水手們在他們順流而下時指着他們。那是誰？一個人問道。那個，吹吧，那是約翰希爾弗。我很了解他。另一個人回答說，你可以聽到鎖鏈吱吱作響。一個人漂浮着尋找下一個浮標，試圖抓住它。好吧，這就是我們現在的處境。我們所有在這裡的娘生子都感謝他，還有漢茲，還有安德森，以及所有其他和我在一起的徹頭徹尾的白痴。如果你想讓我談談第4點，還有這個孩子，那麼，天打雷劈，他難道不是我們的人質嗎？我們要浪費一個人質嗎？不，他可能是我們最後的王牌，我一點也不會感到驚訝。殺死這個孩子，我可不甘，夥伴們。至於第3點呢？啊，好吧，關於第3點有很多要說的。也許你不太重視每天都有一個真正的有執照的醫生來看你。約翰，你的頭被打壞了，或者你，喬治梅里，你差不多6個小時前還在發燒，
而且你現在的眼睛顏色就像檸檬皮一樣，也許你也不知道會有一艘救援船來，是嗎？事實就是這樣，而且很快就要到了。到那時我們再看看，誰會樂意擁有一個人質。至於第二點，關於我為什麼達成協議，好吧，你跪在我面前，請求我這樣做。跪着，你聽到了嗎？而且像個可憐蟲一樣。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就會餓死。但這只是一件小事，聽着我這樣做是因為這個。他把一張紙扔在地上，我立刻認了出來，正是那張畫在泛黃紙上的地圖，上面有3個紅色的十字，是我在船長箱子底部用油布包着找到的。我的想象力無法猜測醫生為什麼會把它交給希爾弗。但是，如果這件事對我來說是無法解釋的，那麼必須說，地圖的出現對幸存的叛變者來說是難以置信的。他們像貓抓老鼠一樣撲向他，地圖在手中傳遞，他們互相搶奪。從伴隨着檢查紙張的咒罵聲、驚嘆聲和孩子氣的笑聲來看，你會認為，他們不僅僅是在觸摸黃金本身，而且他們已經帶着它出海了，並且已經脫離了所有威脅。是的，其中一人說，那是弗林特的，毫無疑問。JFA 下面畫着一條線和一個花式結，他過去就是這樣簽名的。非常好，喬治喊道，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船，我們怎麼帶着他離開呢？突然，長約翰·希爾弗一躍而起，一只手扶着牆，說：“我警告你，喬治，再說一句這樣的話，我就向你挑戰。”怎麼做？我怎麼知道？你應該告訴我，你和其他那些因為你們的干涉而讓我失去了我的帆船的人，你們都該下地獄。但是，不，你們不能告訴我，你們的創造力還不如一隻蟑螂。但是，你確實知道如何有禮貌地說話，喬治·梅里。當你對我說話時，你會這樣做的。你可以放心。我覺得這很公平，老摩根說。公平，當然公平。船上的廚師說，你們失去了船，我找到了寶藏。考慮到這一點，誰更有價值？現在我辭職了，管他媽的！你們現在可以選任何你們喜歡的人當船長。我已經厭倦了當船長了。希爾弗，他們喊道，永遠擁護燒烤，讓燒烤當我們的船長。原來如此，是嗎？廚師喊道，喬治，恐怕你得等到下次機會了，我的朋友。而且慶幸我不是一個記仇的人，我從來都不是，從來都不是。現在，船上的夥伴們，這張黑色的信號怎麼樣？它已經沒什麼用了，不是嗎？迪克已經孤注一擲，毀了他的聖經，事情就這樣了。最好還是親吻那本書，現在還有時間，不是嗎？迪克咕噥着說，因為他顯然對降臨在他頭上的詛咒感到不安。一本被剪過的聖經，長約翰·希爾弗嘲諷地回答說，別想了，它對你的作用就像親吻一本歌曲集一樣，它沒有任何約束力。真的沒有約束力嗎？迪克帶着一絲喜悅喊道，那我覺得即使這樣，也值得保留它。拿着，吉姆，這裡有一件稀罕物給你。長約翰·希爾弗說着，把那張紙扔給了我。那是一個大約1克朗硬幣大小的圓形紙片，一面是空白的，因為它是在書的最後一頁剪下來的，另一面包含啟示錄中的1、2節經文，其中以下這些話特別引起了我的注意：城外有那些犬類和殺人犯。印有字的那一面被灰燼塗黑了，灰燼已經開始脫落，並弄髒了我的手指。在另一面，用同樣的方法，他們寫了一個詞：廢處。我現在就在我身邊放着那件稀罕物，但上面已經沒有任何字跡了，只有一個簡單的劃痕，
就像有人用拇指指甲劃過一樣。那標誌着那一夜活動的結束。不久之後，在喝了一些酒後，我們都去睡覺了。而長約翰希爾福的報復行動就是讓喬治梅里當哨兵，並威脅說，如果他不忠實地履行職責，就會被處死。過了很久，我才能入睡。老天知道我有很多事情可以思考，關於我那天下午殺死的那個人，關於我所處的極其危險的境地，尤其是關於我所能看到的。長約翰希爾福當時正在進行的那個非同尋常的把戲，一手維持着叛變者的團結，而另一手則想盡一切辦法，無論是可能的還是不可能的，為自己謀求和平，並試圖拯救他那可憐的生命。長約翰希爾福平靜地睡着了，打着響亮的鼾聲。然而，我的心為他感到悲傷。無論他多麼邪惡，想到他周圍潛伏着的那些陰暗的危險，以及等待着他的在絞刑架上可恥的死亡，